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分享用一种垃圾养多肉，能把多肉养得又胖又红。那就开始吧。花友们都喜欢养多肉，但是知不知道多肉是个喜酸性的植物？平时养护多肉，如果能够满足多肉喜欢酸性这个特点，养出来的多肉就会长得又壮又胖，还能不停长小肉崽。那么怎么样才能满足这个喜酸性的特点呢？答案是一种垃圾，对于多肉来说就是个宝贝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咖啡渣。咖啡渣是一种很好的东西，特别是用来养多肉。为什么咖啡渣适合养多肉，以及咖啡渣要怎么用，接下来就一一解析。很多人会把咖啡渣直接添加在盆土的顶部，并且觉得量越多越好。其实不建议这么做。咖啡渣直接添加到土壤中，易导致土壤中水分过度残留，致使滋生真菌。这样咖啡渣也并不容易分解。另外，咖啡渣生产的热量可能会直接烧伤植物的根茎，所以使用咖啡渣前一定需要把咖啡渣处理好。比较主流处理法为发酵法和冲泡法2种。1. 发酵法。准备一个发酵桶或塑料袋，将300至500克咖啡渣放在桶里面，添加适当的清水，搅拌均匀，保持湿润状态即可。发酵过程当中，咖啡渣需要定期搅拌。另外一种方式是把发酵桶放在一个无阳光直射的环境下发酵1个月，或者你可以找一个大塑料袋，装10升以上的咖啡渣进去，然后封好袋口，放在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静置。如果咖啡渣开始发酵，你可以隔着袋子摸到发酵产生的热量，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烫手。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，发酵过程就基本完成了。发酵好的咖啡渣有一股发霉的味道，基本上没有咖啡的香气了，但还不算难闻。最好是发酵到已经没有原来的咖啡味，甚至有一点放线菌发出来的霉味，就表示已进入堆肥的后熟期，已经可以用了。使用时可以混合盆土使用，也可以放在盆底，但要注意量，先少量一点点尝试，多肉没有不良反应后，逐渐加大使用量。2. 冲泡法。将约200克咖啡渣用10升清水泡1个晚上，第2天可以用咖啡水给植物浇水。这种处理方式可以保证咖啡含量不会过高，所以适合多种植物使用。使用时，上面的清液兑水50倍即可用来浇多肉，但注意不要喷到植物叶子上，可以先少量尝试一下。如果植物没有不良的反应后，可以大概1个月浇水1次。另外，还可以把咖啡渣晒干后，用小勺子撒点在多肉的花盆里，这样可以增加土壤的酸性成分，可以让多肉长得更好，帮助多肉长肉长崽。但是直接晒干的咖啡渣不要太多，2个月左右5克的量，均匀撒上去就可以。千万不要直接把咖啡直接埋在植物的根茎底部，而是在边缘处挖孔，将肥料埋进去，再覆盖土壤，这样很容易肥伤。特别是多肉植物，一般都是花盆比较小，更要慎重。3. 咖啡渣为什么好用？那么为什么咖啡渣可以把多肉植物养得很好呢？原因是因为咖啡渣中含有2%的氮元素，具有壮根、防止多肉早衰等作用。平时花友们如果发现多肉周围有虫害，像蜗牛、鼻涕虫等，也可以撒点在4周，有防止虫子入侵。除此之外，咖啡渣富含钾和其他的矿物质，能够改善多肉土壤的肥力和质量，促进多肉生长，让多肉长得壮实，长得胖。此外，咖啡渣还含有磷、钾、镁和铜，这些都是多肉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，能让多肉长得更健康。总结起来，咖啡渣就是一种肥料。说起多肉植物的肥，不用咖啡渣也有其他的选择。因为多肉植物需肥量其实不大，可以上盆时配好培养土。这样最大的优点在于今后不用为怎么施肥考虑，因为多肉植物对养分的需求相对要小。一般来说，可以直接在盆底埋入一些缓释肥。现在网络上缓释肥做成很小的颗粒，使用非常简单，效果也不错，对爱干净的，在室内养护多肉的肉友特别适用。据花友的经验来看，一般在植料中添加少量谷粉、鸡蛋壳粉等，效果很好。就像沙漠玫瑰里面加入适量谷粉，沙漠玫瑰就会长得粗，花开得多。
但对仙人掌类植物来说，因为叶子都退化了，氮肥的需求量自然减少，所以氮肥如果施多了，反而球体容易徒长，因此应该多施磷、钾肥。另外，仙人掌类植物喜欢钙，要注意补充。而生食花属的多肉植物，还是少施肥或不施肥为好。这就是说，施肥和浇水一样，要和这些品种本身的生长速度相适应。总结起来就是，越是需要少浇水的品种，也就可以少施肥。4. 咖啡渣的其他用途。咖啡渣除了养多肉以外，还可以用来养护很多绿植与蔬菜。常见的用法主要有以下3点。1. 直接撒在土壤表面。这种方法是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方法，我们只需要把干燥的咖啡渣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，然后稍微覆盖一层薄薄的土壤或者覆盖物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土壤湿润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咖啡渣会慢慢释放出养分，增加土壤的肥力。不过这种使用方法比较适合地栽的植物，盆栽的绿植也好，蔬菜也好，最好不要使用这种方法。2. 混入土壤中。掺入土壤中配土是更有效也更持久的方法。方法就是将土和咖啡渣充分混合，然后用这种配土来种植。掺入咖啡渣的作用是它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，并且持续地提供养分。但这种方法也只适用于需肥量比较大的地栽的蔬菜、水果以及花草等。比如春天栽种小葱、小白菜或者空心菜等蔬菜以后，有一个阶段需要施肥，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混合土作为肥料使用。3. 做成咖啡包。做成咖啡包的方法是最简单最卫生的方法。我们先把咖啡渣晾干，然后装入纱布或者棉布制作的小袋子中，这样就做成了一个个的咖啡包。然后把这些咖啡包挂在家里绿植的枝干上，或者放在花盆边缘，可以有效地防止鼻涕虫、蜗牛等虫子的侵入。比如家里的大棵的发财树或者虎尾兰等花盆的边缘。不但是在绿植养护方面，作为居家妙招，咖啡包的作用也很多。比如把咖啡包放在家里的鞋柜里面，不但可以去除异味，还能起到除湿润的作用。其实咖啡渣的好处远远不止肥料和防虫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比如咖啡渣可以改善土壤的透气性。很多朋友的土壤用了一段时间就容易出现板结或结块的状况，植物的根系就很容易积水，导致根茎腐烂，会影响植物的生长。如果在土壤中适当混入咖啡渣，就能很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，避免土壤板结，促进植物的根系生长得更加旺盛。除此之外，咖啡渣还有着出色的保水性。很多植物夏季容易缺水，如果植物长期缺水，就很容易导致植物叶黄，严重就会枯萎。如果用咖啡渣堆肥，得到的堆肥土就可以混入盆土中，这样的土壤有非常棒的保水能力，避免水分流失，可以很好促进植物生长。另外，特别是院子里面地栽蔬菜或者绿植的花友，想要院子里面的土壤更肥沃的话，适当添加一些咖啡渣，就能吸引蚯蚓过来。蚯蚓不但会让土壤更加疏松，蚯蚓的粪便也是绿色的肥料。最后还有一点是非常诱人的，那就是使用过咖啡渣的花卉，开花时颜色会更加的艳丽，红花会更红，蓝花会更蓝，比如常见的绣球花、百合花、杜鹃花等等。咖啡渣虽然很好用，但使用时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，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下面的注意事项请认真看完。5. 咖啡渣使用注意事项。1. 咖啡渣要尽量使用新鲜干燥的，不要使用发霉或者变质的。2. 任何肥料都要适量使用，不要贪念它的作用就过量使用，否则会导致肥害或者土壤酸碱度出现不平衡。3. 咖啡渣要根据植物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使用方式和时间，不要盲目使用。比如喜碱的植物就不推荐使用咖啡渣，比如菊花。4. 家里收集的咖啡渣要定期检查，不要造成囤积过久发出难闻的气味等。那么你喝咖啡吗？会选择用咖啡渣养多肉植物吗？请在评论区留言。以上就是介绍的使用咖啡渣这种垃圾来养多肉植物的方法，以及怎么制作适合多肉植物的咖啡渣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关于咖啡渣养多肉植物，你还有其他意见也请分享给花花。
有很多肉友说鸡蛋壳也可以把多肉植物养得很好，这个方法花花还在研究，等有了结论花花再来分享。感谢你观看本期内容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包容，花花很爱你们，我们下期见。